第1032章吸收。碧绿火焰熊熊燃烧，炽热的温度弥漫而出，令得周围的狂风都是因此变得火热了许多。但对于此倒是无人关注，风尊者几人的目光皆是紧紧地盯着那火焰之内，那里有着2滴青红交加的血液正在滴溜溜地旋转着。果然是古黄血晶，而且这颜色居然还如此浓郁，想必至少也是得从一些斗尊阶别的天妖皇血脉中才能提炼而出。望着那3滴青红血液，一旁的穆青鸾俏脸微微一变，惊声道：身为天鸾一族，虽然比不上天妖皇族，但对于后者他也是极为的了解，因此一眼便是瞧出了这2滴青红血液的珍贵。听得穆青鸾此话，连那风尊者脸色都是微微一变，斗尊阶别的天妖皇，这等实力即便是放进天妖皇族内，也定然是一些老不死的老妖怪，怎么会将这古黄血晶落在萧炎手中？不过还好先前没被搜查出来，不然的话恐怕真是麻烦了。斗尊阶别的古黄血晶足以令得天妖皇族兴师动众，此事你们不可对外有半点的宣扬。风尊者的脸色略微凝重了许多，目光之中也是涌现一抹凌厉。听得此话，穆青鸾与林燕皆是点了点头，他们也非常清楚此事若是传出去，将会为萧炎引来多大的麻烦。古黄血晶已经被他逼出来了，为何萧炎的脸色？林燕目光在萧炎脸庞上扫了扫，突然迟疑的道。闻言，风尊者与穆青鸾也是将视线投向萧炎脸庞，果然是见到后者脸色如血，身体的温度也是滚烫的吓人，眉宇间隐隐透着一抹痛苦之色，似乎是在与什么东西对抗一般。这古黄血晶不止3滴，剩下的应该还在他的体内，不过似乎是比不出来了。风尊者眼光毒辣，迅速便是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当下沉声道：怎么办？林燕也是一急，连忙道：古黄血晶之内蕴含着天妖皇一族的血脉之力，寻常人根本不可能将之吸收，毕竟人的体质可远远比不上天妖皇，若是强行吸收，怕只能爆体而亡，为今之计恐怕便是只能帮他将剩余在他体内的古黄血晶逼出来了。穆青鸾苦笑道：逼不出来，先前萧炎将古黄血晶藏在异火之中，躲开了凤青儿的搜查，但异火的高温也是令得古黄血晶的能量散开了一些，如今几乎已经散寂在了他的身体之内，想要彻底逼出来已经是不可能。风尊者缓缓摇了摇头道。闻言，穆青鸾也只能摊了摊手，这样的话他也是无能为力了。先看看情况。风尊者沉吟道：现在这事若是胡乱的插手，恐怕会越帮越忙，所以还是先看看萧炎能否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这些古黄血晶逼出体内。在3人交谈间，萧炎身体上的皮肤也是越来越滚烫，颜色也是变得血红起来，看上去犹如血人般，颇为可怖。当然不仅是外表，此刻萧炎的体内更是一片混乱，青红色狂暴能量犹如奔腾的野马般疯狂地穿梭在体内，那能量之内所蕴含的狂暴，令得萧炎体内不断地传出阵阵剧烈的抽痛之感。该死的！心神竭力地压制着暴动的体内，萧炎暗骂了一声。原本他从那魔兽干尸体内提炼出了5滴青红血液，在上次内院炼制丹药时使用了1滴，所剩的便只有4滴，先前被其逼出了3滴，也就是说还有1滴青红血液留在他的体内，而如今造成他体内如今混乱不堪的罪魁祸首，也正是这1滴该死的青红血液。青红血液在先前的异火中便是彻底分裂而开，然后化为众多狂暴能量分散而开，在萧炎体内胡乱冲撞。我就不信我能把你提炼出来，却还收拾不了你。望着体内那越来越混乱的状况，萧炎也是狠狠一咬牙，心神一动，灵魂力量自眉心暴涌而下，然后疯狂地侵入体内，强行将那些分散的狂暴能量尽数对着一个方向驱赶而去。这样坐等着狂暴能量越来越分散，只会令得体内创伤越来越重，因此必须将这些分散的狂暴能量汇聚在一起，然后彻底的一网打尽。这些青红颜色的狂暴能量反抗力量极强，就犹如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般，需要萧炎消耗不小的灵魂力量，方才能够强行将他们牵引而走。如此一来，对
对于灵魂力量的消耗自然异常庞大。不过好在如今的萧炎顺利地进入了斗宗，不然的话，恐怕还真是难以完成这等艰难任务。灵魂力量不知疲倦地在体内四处窜动，努力地驱赶着四窜的那些青红色的狂暴能量。不过虽说如此对灵魂力量消耗极大，但效果也的确不错。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体内的分散而开的青红能量便是汇聚在了一起，化为一团巴掌大小的青红色能量团。望着这团凝聚在一起的狂暴能量，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，旋即一声冷笑，心神一动，碧绿火焰暴涌而出，在体内化为一座火顶，刚好是将那团能量包裹而尽。火顶刚刚将能量团包裹，恐怖的高温顿时弥漫而出。在高温升起的那一刹，青红能量团似也是察觉到了一丝危险，立刻分散而开，化为无数股，然后铺天盖地的爆射而出。不过此刻的火顶早已在萧炎心神的操控下变得严严实实，于是这些青红能量在弹射到火顶之上时，也是直接被弹了回去，最后乱作一团。在这些狂暴能量乱作一团时，火顶的温度却是急速攀升，恐怖的高温也是逐渐的令得一些细小的青红能量逐渐的变得虚化，最后终于是悄然散开，化为一缕青红的烟雾，缓缓地从火顶之内飘飞而出。青红烟雾经过琉璃莲心火的提炼，已经并没有了那种狂暴难驯，而是轻飘飘地飞出，最后融入骨骼、经脉、肌肉、细胞之内。随着这种青红烟雾融入体内，萧炎却是惊喜地察觉到，体内的一切似乎都是在这一刻被注入了强化剂般，其中的力量与坚韧之感也是在缓缓地攀升。这古黄血晶果然是提升人体强度的绝好灵药，不过若是用来炼制成丹药的话，恐怕效果更佳。感觉到体内的变化，萧炎心中一声暗叹，旋即又是有些遗憾。当然，这点遗憾自然是一现便是。现在的萧炎也明白，这种古黄血晶果然是不能轻易吸收，若非是此次有着琉璃莲心火的话，恐怕他的体内将会被这古黄血晶搞得支离破碎。由于琉璃莲心火的不断炼化，那火顶上方也是源源不断的有着青红烟雾从中渗透而出，而且这种势头还是在逐渐的变得浓郁。伴随着青红烟雾的不断渗透进入体内，那种肉体提升的感觉也是越来越强。萧炎有种错觉，若是有着足够的古黄血晶的话，恐怕他的身体也将会变得跟那些天妖皇族一般的强悍。当然，这前提是他必须能够承受住那种不间断的提升。古黄血晶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有些太过狂暴了一些，若是一个不慎，恐怕还将会因提升过头而直接爆体。爆体！想到此处，萧炎却是猛地打了个激灵，瞬间便是从体内肉体提升得快，感中回过神来，这种青红烟雾的确对强化身体有着格外强悍的效果，但这种效果若是接收的过多了，恐怕就该成为灾难了。心神转进火顶之内，此刻的那青红能量团却依旧还有着2/3的体积，但光是那1/3便已经是逐渐令的萧炎感受到身体有些难以接受，若是剩余的也是全部被身体吸收的话，恐怕还真是会爆体。一想到此，萧炎心头便是有些寒意，但现在这种状况，若是不将这古黄血晶彻底提炼的话，那么他便是会在体内胡乱穿梭，那造成的伤害也同样不小。可继续提炼的话，他现在身体的强度却是承受不了如此狂暴的能量。此刻的萧炎无疑是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。在萧炎迟疑间，火顶内的提炼却是并未因此而停止，一股股青红烟雾袅袅的升起，最后几乎将萧炎身体的每一寸都是笼罩在了那烟雾之中。在青红烟雾弥漫间，萧炎也是悲哀地发现，他的身体居然已经开始逐渐的吸收不下，但这些青红烟雾都是不管这些，依旧还是在源源不断地侵入身体之内。而随着青红烟雾的不断涌进，萧炎的身体终于是逐渐地出现了一丝胀痛的感觉。察觉到那隐隐间出现的肌肉胀痛感，萧炎也是一声轻叹：妈的，这次完大了。